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特利多教会的生活日志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被主用。星期三的晚上，我和几个姊妹聚在一起，追求属灵的信息。信息的题目叫如何被主用。这是一位弟兄在上个世纪50年代释放的信息，讲到作为一位信徒如何成为主手中有用的人，好在神恩典的经营中完成神神圣的托付。70多年之后，文字还是那样的有冲击力，主的话还是那样的新鲜，弟兄的灵还是那样的滋养，主的同在依然丰厚。在教会生活中多年，我们都有心想要服侍主，成为主手中有用的器皿。然而，如何成为主手中有用的人呢？信息里并没有教导我们如何行、怎样做，而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点点有心为主用的念头都是主发起的，是主亲自眷临并且呼召我们，让我们能有份于他永远不改变的计划。旧约中的挪亚、摩西和亚伯拉罕，新约的保罗、彼得和约翰都是显著的例子。在神主宰发动的探访里，他们蒙主呼召，因着受主强烈的吸引，他们答应主的呼召，付上代价，撇下一切，跟随了他。在福音书中，我们看见门徒们撇下属世的一切来跟随主。这个享受的实际在保罗的书信中进一步地得到证实和发展。保罗向着众教会的服事到一个地步，他丢弃万事，将万有都看作粪土，为要赢得基督。今天我们若听见同样微弱的声音，是否会像福音书中那个少年人，因着父母、家人、名利、地位、事业、前途而忧忧愁愁地走了？还是像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姊妹，受神荣耀旨意的吸引，便撇下一切，跟随了主呢？其实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甚至我们的性命，都是从主而来，本该完全属于他。是他自己先付了一个代价，用他自己的宝血买了我们，也变卖了一切来得着我们。人所谓的为主付代价而撇下的，是那些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事物。在这样的光中，我们看见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能，什么也没有。能听见他的呼召，将自己摆在他的恩手中，被主自由地使用，是何等幸福的特权。主的话像一缕和煦的阳光，照亮了整个屋子。我们看见自己多年在教会生活中，却暧昧不明，政治虚伪，远远跟随。这个时候传来了姊妹们此起彼落的哭泣声。对我而言，那是罪人悔改回转的嗓音，是主深情探访的回音，是众圣徒见证主凯旋得胜的赞美佳音。聚会结束了，但主柔细的声音久久不散，依然在心中回荡。在开车回家的路上，那首在聚会中与姊妹们一同享受的诗歌在耳边响起。在这广大和田间，总有我的一寸土，我能够花费此生余年，为着我的受死主。我将自己交托你手里，
知道你爱我深刻。我要从心里顺服你旨意，要我如何就如何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